他是一名有着20年飞行经验的资深机长，这是他今年最后一次执行飞行任务。因为明天就是新年，他向女儿保证航班绝对不会延误，并且一定会在午夜前赶回去与她庆祝新年。I'll be there with plenty of time to spare. Hey, sorry I'm running late this morning. Need to scan your badge or get you through quickly. Okay. I'll see you soon. 但事情往往都会事与愿违，他也万万没想到接下来将要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安慰了女儿之后，他便登上了飞机，并且见到了这名来自中国香港的副驾驶德勒。And you, sir? No. I'm Scottish. 一切准备就绪后，飞行官向他们确认了此次飞行任务。开拓者号由新加坡出发前往夏威夷，本次航班一共搭乘14名乘客，此次飞行时长大约为6小时30分钟。但不巧的是，他们沿途中的天气似乎非常恶劣，可飞行官却拒绝了老罗想要改变航线绕过去的请求，因为那样不仅会耽误时间，还会浪费更多的燃油。如果到时候情况真的特别糟糕，那就将飞机上升到37000英尺的高度就可以了。飞行官虽然说起来比较轻松，但老罗还是有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就在这时，乘务长却走进了驾驶舱，并慌忙地将老罗给叫了出去。Captain Torrance, Flight Commander. 原来这个警察在巴厘岛抓了一名犯人，所以他想搭乘本次航班将犯人引渡到多伦多。当得知对方是个杀人犯后，老罗果断选择了拒绝，而原因只是为了避免令其他乘客造成恐慌。但很显然老罗并没有拒绝的权利，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航空港公司的许可。 We're all ready to get out of Singapore? Yes, sir. Okay. Let's go. Get them on board. Let's have a good flight. Okay.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Nice. They've seen it. Hello. Happy New Year. Tell you when you buy your ticket how old the plane will be. Hey, girls. Happy New Year. Oh, we'll have a second.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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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多久，14名乘客接二连三登上了飞机。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flying Trailblazer. Light controls free and clear. Passengers all tucked in, Captain. Welcome to Trailblazer Flight 119.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We'll be taking off just as soon as I learn a few pages. This flight manual. Thank you. Ready for dispatch. Make the call. 一切准备就绪后，老罗便驾驶着开拓者号驶出跑道顺利起飞。可殊不知，他们正朝着危险的边缘驶去。 Trailblazer 119. Takeoff power is set. 90. 100. Rotate. Positive rate. Landing gear up. 很快飞机就上升到37000英尺的高度，但这里的天气要比想象中恶劣得多。前方一片可怕的雷暴已经出现在雷达之中。老罗见状后，打算从雷暴的顶部寻找突破口。随后，他打开了安全带指示灯，并提醒乘客扎好安全带，不要到处走动。紧接着，他又呼叫塔台，请示将高度上升到4万英尺，以此来避开雷暴，确保飞行安全。可当老罗尝试联系塔台的时候，却发现这时的无线电已经失去了信号。情急之下，在确保上空没有其他飞机后，老罗果断地将高度提升到4万英尺。但转眼间飞机又立马恢复了平稳。老罗将飞机交给了副驾驶，随后他来到客舱查看是否有乘客受伤。 Sorry, folks. Just gone through some weather. Hey, can I at least get a towel? 可就当他准备上前安抚惊吓后的乘务员之时，可在颠簸之中却不小心撞破了头，而他却忍着疼痛小心翼翼地回到驾驶舱。由于飞机刚刚遭到了雷击，航电系统已经完全被损坏，没有了雷达以及无线电功能，整个驾驶舱也处于一片黑暗之中。但飞机并没有立刻失去控制，而是靠着一块虚电池在维持驱动。也就是说，在飞机失去动力坠毁之前，他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进行着陆。此时飞机正从4万英尺的高空急剧下降，于是两人只能切换手动导航。按照当前的速度以及航线计算，他们推断出飞机当前的方向和大概位置，开始寻找突破口，打算冲出雷暴区域。 Ready to take the controls if anything happens. We gotta punch through this storm and see where we come out.
而此时客舱里的乘客以及乘务人员都开始慌了，场面瞬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就连这名押送犯人的警察都认为是九死一生。他慌忙地编辑了一条临终遗言，打算发给妻子。他急忙解开安全带，打算去捡回手机。结果两人还没等落地就已成合。与此同时，老罗凭借着丰富的飞行经验，最终他驾驶着飞机成功冲出了雷暴。但这一切都并未结束，因为蓄电池还能坚持最后5分钟，所以他们必须在飞机失去动力之前紧急迫降。老罗的心里非常清楚，紧急迫降很有可能会造成机毁人亡，但此时他也别无选择，也许这是眼前唯一能够活命的机会。Prepare to ditch. Attention, everyone! I need you to brace for impact! Those white caps don't look too welcoming. 随后他拿出女儿的照片，意味深长地吻了下去。 All right, Deli. Let's give this our best shot. 然而话音刚落，他们二人就看到了希望。前方不远处竟然是一片陆地，虽然不确定降落在这里是否要比大海上安全，但此时距离飞机失去动力还剩下1分钟，所以老罗也只能生死一搏。紧接着他操纵飞机朝着公路的方向飞去。 20 seconds. There! That's the road. 为了防止降落时发生爆炸，老罗打开了应急放油功能，可这时却发现右侧油箱根本无法释放燃油。此时的飞机犹如一颗定时炸弹，老罗也顾不上那么多，只能硬着头皮放下起落架准备迫降。 Help me with the brakes, Deli. On it. 就当飞机即将冲出公路的一瞬间，飞机却缓慢地停了下来。没错，他们成功了。 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个奇迹，老罗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可突然，为了避免温度过高而发生爆炸，老罗立即疏散了所有乘客。随后，他们有条不紊地逃出了机舱。而同一时间的另一边，开拓者航空总部已经得知飞机失联的消息。根据推测，飞机很有可能已经坠毁。时间不等人，他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因为现在的每1分钟都将是生死抉择的时刻。于是，总部派出一支先遣队，先让他们前往搜索失联的开拓者号，打算先找到飞机的准确位置，然后再派出救援队前往营救。而另一边，开拓者号上的所有乘客都下了飞机。当得知和总部已经失去联系后，乘客们哭着喊着要回家找妈妈，甚至还互相抱怨了起来。但眼前并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尽快想办法和总部取得联系，以及如何处置这名还戴着手铐的杀人犯。随后，老罗便再一次回到了飞机上。他先是简单地对2具尸体进行了处理，紧接着他又找到属于那名犯人的个人物品，而里面只有一些证件以及一把军刀。如果没猜错的话，那个杀人犯曾经还是名特种兵。下了飞机后，他与德勒共同检查了飞机上的电路，打算尝试将损坏的部位进行维修。 And the transponder? It's hard to tell without the power. 随后，他们根据地图开始推测目前所在的位置，按照飞行轨迹以及速度可以得知，此时他们正处于一个岛屿之上，而搜索范围已经超过了1000平方英里。这也意味着，在短时间内不会有任何人能找到他们。然而，这时德勒却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所在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和乐岛。这座小岛由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管理，而重要的是，这里没有政府，也没有警察。如果这里真的是和乐岛，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听到这些后，老罗也不淡定了，眼前必须尽快想办法与总部取得联系。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里的确是传说中可怕的和乐岛。此时的恐怖分子已经掌握了具体情报，当得知有架飞机降落在小岛上后，他们集合了队伍，准备寻找这架飞机。而这边的老罗几人却浑然不知，此时危险正向他们慢慢逼近，而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找到电话，与总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于是机长老罗便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准备打开这名杀人犯的手铐，然后与自己前去寻找电话。
因为老罗猜测他曾经可能是一名军人，也许在关键时可能派上一点用场。但老罗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要么他会找机会朝自己下黑手，要么就趁机逃跑，大不了放他一条生路而已。随后两人便走进茂密的森林去寻找电话。然而老罗猜的没错，老黑曾经果然是名雇佣兵，只因为那时年少轻狂才误入歧途，无奈之下加入了雇佣兵组织。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老罗回头的一瞬间，身后的老黑早已消失得不见踪影。但老罗也只是微微一笑，因为这都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没走多久，老罗发现了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废弃厂房，随后他掏出手枪悄悄走了进去。厂房里空无一人，但幸运的是他发现了一部电话。简单的将线路进行对接后，老罗给航空公司总部打去了电话，并将飞机迫降的大概位置告知了对方。I'm Captain Brody Torrance, Trailblazer 119. And we've gone down. We made a crash landing. 可就在这时，意外却发生了。来人正是这座小岛上的恐怖分子，两人随即扭打在了一起。经过一番激烈的肉搏后，最终老罗将他勒晕了过去。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这时外面却突然传来几声枪响。老罗赶紧蹲下身子藏了起来，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来人正是刚刚逃跑的犯人老黑。Come on, Captain. I'm not gonna hurt you. 老罗也万万没想到，老黑能再次折返回来，并且救了自己一命。情急之下，他们将2把自动步枪收入囊中，然后开走对方的车子，准备原路返回。与此同时，其余的乘客们还在等待着机长能够带着好消息回来。就在这时，迎面却驶来几辆汽车，大家仿佛看到了希望一样欢呼了起来。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将是他们噩梦的开始。这时老罗两人也赶了回来，听到枪声后，他们立刻将车熄火，然后走下了车，躲在暗处偷偷地观察情况。此时的情况真的非常非常糟糕，一群手持武器的恐怖分子已经包围了这里。老罗刚要冲出去，却被老黑拦了下来。这时一名女乘客却突然想要逃跑，可下一秒就被恐怖分子当场击毙。她的老公见状后发了疯似的不停大叫，而让她闭嘴的方式只有这样。躲在一旁的老罗亲眼目睹整个过程，但此时的他也无能为力。No! 紧接着这群人将乘客带上了一辆大巴车，头目留下2名小弟在这里搜寻值钱的物品，交代完之后便带着队伍扬长而去。等大部队离开后，老罗毫不犹豫地冲了出来。两人趁热打铁开始逼问他老巢的位置，得知想要的答案后，老黑将2名小弟埋在了树林当中。而老罗却回到了飞机上，为搜救人员留下一些有用的线索后，他们便驱车准备前往对方的老巢营救乘客。而此时的另一边，所有乘客都被关进了小黑屋里，他们还用手持 DV 将人质拍了下来，打算用这些录像对他们的家人索要赎金。与此同时，航空总部派出的先遣队已经找到失联的开拓者号，可令他们意外的是，
飞机上除了有2具尸体，并没看到其他人的影子。Any sign of the passengers or the rest of the crew? That's a negative, boss. 但幸亏老罗在临走时留下了线索，这时他们才反应过来，所有乘客都被抓去做了人质。而这边的老罗2人已经潜入到对方老巢，可想要营救人质并没那么简单，因为这里到处都有恐怖分子的把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敢开枪。于是老黑便从裤腿里掏出了军刀，随后2人悄悄地从身后摸了上去。That's the bus. You gotta be in the house. 为了营救人质，老罗2人偷偷潜入对方的老巢，并迅速解决掉几名守卫。紧接着他打开了关押人质的大门，顺利地将所有人质解救了出来。Quick. You can drive this thing? Yeah, I can drive anything. 可当他们准备乘坐大巴离开时，才发现这四周到处都是手持武器的恐怖分子。一旦他们启动车辆，车上的所有人都得完蛋。时间紧迫，身为机长的老罗便做了个重要决定，他打算用自己的生命出去吸引目标，为他们所有人争取逃跑的机会。此时的老罗也别无选择，随后便赤手空拳孤身一人走了出来。对方见状立刻围了上来，一顿拳打脚踢。见到这群恐怖分子的头目后，老罗也直接表明了来意。他说前来救援的队伍很快就会找到这里，并希望能够放了所有人质，让他们离开。可老大听到这些话后更生气了，立马给老罗来了个下马威。恐怕老罗这次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放人的意思，并打算用这些人质作为筹码发笔横财。但他准备先用老罗的性命杀鸡儆猴，那些人质们的家人才会乖乖的给钱。话音刚落，这个小喽啰就将枪口对准了老罗。可突然，幸亏总部派来的先遣队员及时赶到，双方立即展开激烈的交火。趁乱之时，老罗几人迅速登上了大巴车，最终在火力掩护之下突出了重围，驾驶着大巴车扬长而去。虽然他们侥幸逃过了一劫，但这一切还并未结束，因为他们只是开拓着总部派来的先遣队，救援队伍最快也要几个小时后才能到达这里，所以在救援队赶来之前，他们也只能自求多福，听天由命。要想活着离开这座小岛，眼前必须尽快制定一个逃跑计划，不然等到恐怖分子追上来，只有死路一条。随后众人便回到飞机的位置，老罗对他们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他要驾驶着开拓者号带着所有人离开这里，也许这是眼前唯一能活下来的机会。制定好计划后，乘客们接二连三登上了飞机。老罗用最快的速度对飞机进行了检查，先遣队员也同时做好了战斗准备。没过多久，对方的人马便追了上来，双方立即展开了生死较量。先遣队员利用巴雷特进行火力压制，对方几个小喽啰接二连三地被带走。确保飞机一切正常后，老罗嘱咐剩下的人准备登机，随时起飞。可令他没想到的是，犯人老黑根本没打算和他们一起离开。You know I can't get on that plane with you. Yeah. Okay, good luck. You too, Maccabi-tan. 简单的告别后，老黑再次起身，掩护着老罗朝飞机上跑去。中枪后的老罗忍着疼痛，迅速上了飞机。Start them up. Starting engines. Okay. 一切准备就绪后，老罗迅速发动引擎，调整飞机的方向。对方见状后，朝着飞机不断输出。在老黑的火力掩护之下，先遣队员也接二连三登上了飞机。
这时对方也驾驶着车子追了上去。车厢里的小喽啰扛起一根火箭筒，并果断将火箭筒对准了飞机。然而这时，一根火箭筒却再一次对准了飞机。老罗见状，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老罗驾驶着飞机顺利起飞，但此时危险还并未解除。飞机开始剧烈的摇晃，因为一侧引擎已经失去了动力，他们随时都可能坠毁。但老罗并没有完全陷入慌乱，他凭借丰富的经验操纵着飞机，并迅速和总部取得联系，寻找新的降落点。在总部的指引下，老罗终于看到了希望。Prepare for landing! Brace for impact! Brace for impact! Help me on the brakes, Stelly! 没错，他们又成功了。老罗再一次带领着乘客成功脱险。我们的陷落哥果然没让老铁们失望。